便宜的二手车真的是横跨台湾的理想选择吗？也许并非如此。有些发动机暗藏隐患，如同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让你在荒无人烟的路途上抛锚。高昂的维修费用甚至可能超过车价本身。你以为试驾时一切正常，殊不知某些引擎在高负荷运转时极易发生灾难性的故障，早已臭名昭著。本期视频将为你揭露13款最不适合长途旅行的问题发动机。这些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真实的机械故障分析和维修成本数据。相信我，其中某些车型很可能就停在你的车库里，从毫无预兆断裂的正时链条到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的油泥怪兽，这些发动机的设计缺陷令人啧舌，甚至连经验丰富的修理工都避之不及。更令人担忧的是，荣登榜首的这款发动机，其惊人的故障率竟直接引发了高达20亿美元的召回行动。错过这份榜单，你很可能将面临人生中最昂贵的错误，那笔看似划算的交易瞬间就可能变成高达12000美元的维修账单，让你的美好假期化为泡影，速度之快甚至超越你念完检查引擎灯这几个字。第13名，大众与奥迪 1.8T 2000年代初期。让我们首先聚焦2000年代初大众和奥迪的 1.8T 发动机。这款引擎曾广泛应用于 B5、帕萨特、斐甚至新甲壳虫等车型。从账面数据来看，它似乎相当诱人。涡轮增压技术根据不同版本可提供150至180马力的不俗动力，再加上德国制造一贯的良好声誉，更是令人对其品质充满信心。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些发动机简直就是油泥的制造工厂。问题的根源在于通风系统的设计缺陷，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 PCV 效率低下，油液回流通道设计过于狭窄。涡轮增压器在高速运转时产生的高温油温甚至可能超过300华氏度，会将机油烹饪成一种粘稠且令人作呕的油泥，从而堵塞细小的油道。在寒冷气候下，情况会更加糟糕。短途行驶时产生的冷凝水无法完全蒸发，与机油混合后会加速油泥的形成。大众汽车最初建议的每10,000英里更换机油的保养周期，对于这款发动机系列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决策。许多车辆在行驶至60,000英里时就已出现严重的油泥问题。第12名，宝马 N54 3.0升双涡轮增压直列6缸发动机，2006至2013年。搭载于2006至2013年款 335i、135i、535i 等车型的宝马 N54 发动机，是宝马对现代涡轮增压时代的有力回应。它采用了双涡轮增压、燃油直喷等先进技术，动力输出惊人，原厂状态下即可爆发出300马力和300磅英尺的扭矩，并且拥有巨大的改装潜力。这款发动机在问世之初还曾荣获沃德10佳引擎的称号。然而，这些车型的二手车价格跌幅惊人，并非没有缘由。这款引擎的高压燃油泵 HPFP 故障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该油泵需要在超过2000磅非平方英寸的压力下为直喷系统供油，但其原始设计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持续的高压。一旦发生故障，毫无任何预警，车辆会突然失去动力，并进入故障安全模式。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在高速行驶时发生。想象一下，当你以75英里小时的速度巡航时，车辆突然降至40英里小时，这不仅会带来极大的不便，更会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超车道或拥堵路段，频繁的故障迫使宝马多次改进高压燃油泵的设计。早期的 Index 1和 Index 2型号的油泵通常在3万英里内就会报废。虽然后期改进版本有所提升，但许多搭载 N54 发动机的车型仍然需要更换3到4次燃油泵。宝马也曾多次为此问题发布召回，其中10亿-01号召回最为关键，但至今仍有大量在售车辆尚未完成系统更新。单是更换高压燃油泵的维修费用通常就在1000到1500美元之间。此外，别忘了那些同样容易出问题的直喷燃油喷嘴，整套更换下来还需要额外支付1350美元。第11名，2007到2012年通用 3.6 升 V6 发动机。通用汽车的 3.6 升 V6 发动机曾广泛应用于2007至2012年间的各类车型，从凯迪拉克到雪佛兰科迈罗都有它的身影。理论上，这款发动机在动力与燃油经济性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大约300马力的输出，同时保持着相对合理的油耗。但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发动机，尤其是早期的 Li7 和 LLT 版本，因过早出现正时链条拉伸的问题而声名狼藉。具体问题在于正时链条的材质未能达到规格要求，再加上用户延长换油周期，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虽然通用汽车建议配合机油寿命监测系统，每10,000英里更换一次机油，但
这款发动机实际上需要更频繁的保养。此外，链条导轨和张紧器采用了塑料材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磨损，会导致链条松弛。当正时链条拉伸后，发动机的正时会彻底错乱。此时车辆会亮起发动机故障灯，常见的故障代码为 P0008 或 P0009，发动机位置系统性能异常。你会明显感觉到发动机运转粗暴，尤其是在启动时，最终链条可能会跳齿甚至彻底断裂。由于正时链条位于发动机的后部，使得这项维修工作极其耗费人力。维修技师需要拆卸发动机的前盖，这意味着必须移除大量的相关组件，包括水泵、交流发电机和动力转向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稍微抬升发动机才能获得足够的操作空间。第10名，丰田ZZ-Fi 发动机1998至2002年款等等，丰田竟然也榜上有名，千真万确。即使是像丰田这样以可靠性著称的汽车制造商，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缺陷。而1998至2002年间的 EZZ-FE 发动机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款发动机曾搭载于卡罗拉、赛利卡 GT 以及同期生产的马自达 Matrix 车型。该发动机的活塞环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导致机油渗入燃烧室并被烧掉。问题的根源在于2枚过窄的控制环与活塞环槽区域排水孔不足。更糟糕的是 ，PCV 系统经常将油污吸入进气道进行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逐渐堵塞本就不足的活塞回油孔，形成机油消耗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这些发动机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机油，有时每行驶600公里就需要补充1夸脱，这对于长途旅行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如果你不持续检查油位，发动机很可能因缺油而彻底爆死。想象一下，在穿越沙漠的漫长公路上享受驾驶乐趣时，你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到引擎正在悄然耗尽机油。等到机油警示灯亮起时，如果警示系统还能正常工作，往往为时已晚，损害已经造成，轴承划伤，活塞过热，此时你面临的将是整台引擎的彻底大修。第9款2004至2008年款梅赛德斯奔驰 M272 V6 发动机。这款搭载于2004至2008年款 C 级、E 级及 ML 级车型的 M272 V6 发动机，以其 3.0 至 3.5 升的排量和最高268马力的输出，展现了德国精湛的工程技术。它曾驱动着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豪华座驾。然而，在这光鲜的外表之下，却潜藏着足以毁掉你长途旅行计划的致命缺陷。作为关键正时部件的平衡轴链轮采用了软质金属合金制造，导致其过早磨损。具体来说，梅赛德斯奔驰为该齿轮选用的中心定位钢合金根本不具备在关键应用中所需的耐久性，其隐蔽性在于在损伤严重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你或许会察觉到正时链条发出的细微异响，或者感觉到动力轻微的衰减，但这些症状极易被驾驶者忽视。随着磨损的加剧，正时链条会逐渐松弛，导致发动机正时错乱。等到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时，通常是由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代码触发，发动机很可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内部损伤。第8款斯巴鲁 2.5 升 EJ25 发动机1996到2011年款。斯巴鲁的 EJ25 发动机曾为1996至2011年间的傲虎到森林人等全系车型提供动力。这些水平对置发动机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它们以在冰雪和越野环境中坚不可摧而闻名。其独特的水平对置布局赋予了斯巴鲁标志性的引擎声浪和低重心特性。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设计也导致了缸盖垫片容易损坏的问题。水平对置的结构与斯巴鲁选用的缸盖垫片材料共同型，成了故障的完美风暴。它们采用的多层钢 MLS 垫片根本无法承受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经历的热循环变化。铝制的缸盖与铸铁的缸体在膨胀和收缩时的速率不同，导致垫片承受巨大的应力。单顶置凸轮轴 SOAC 版本如 EJ251 和 EJ252 通常首先出现外部渗漏。你会发现冷却液或机油从缸体与缸盖之间渗出，而双顶置凸轮轴 DualHC 版本如 EJ25D 则更容易发生内部渗漏，其危害程度远超外部渗漏。外部渗漏或许仅仅会在你的车道上留下一些油渍，但内部渗漏简直是长途旅行的杀手。冷却液渗入燃烧室会导致发动机过热，并可能引发铝制缸盖变形。此外，还会导致燃烧气体窜入冷却系统，形成气泡，进一步降低冷却效率。第7款大众与奥迪 2.0 升 TSI 发动机2008至2013年款。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2008至2013年款的大众捷达、飞高尔夫 GTI 或奥迪 A 飞等车型，
这些车型搭载的 2.0 升 TSI 发动机，发动机代码为 CTA、CBFA、CB， 可能正面临着本榜单中最明确的设计缺陷案例。这款 EA888 第一代和第二代发动机采用了燃油直喷技术、涡轮增压以及正时链条，而非皮带传动。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应该提升可靠性的技术，却因为一个关键部件的缺陷，让这台本应坚固的发动机变成了一颗引信。已拔的手榴弹正时链条张紧器，该发动机原厂配备的液压张紧器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其塑料壳体可能会产生裂纹，导致液压油压不足，无法维持张紧器的伸展状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正时链条就会失去张力，可能跳过齿轮，导致正时错乱数个齿位。由于这是一款干涉式发动机，即活塞与气门在循环过程中不同时段占据相同的空间，正时跳动意味着活塞会撞击气门，导致气门弯曲、活塞损坏，甚至可能划伤缸盖。第六款马自达 1.3 升 13B 转子发动机，2003至2012年款。马自达 RX-8 搭载的转子发动机堪称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杰作，其紧凑型高转速设计使其在汽车世界中独树一帜。1.3 升的 13B Renesis 发动机是马自达转子设计的一大突破，它采用了侧置式排气与进气通道，取代了传统的周边通道设计，显著改善了排放表现。然而，这款发动机完全不适合长途公路旅行。与传统的活塞式发动机不同，转子发动机依赖于顶点密封圈，这些金属薄片维持着转子腔室内的压缩压力。这些密封件沿着壳体内部持续摩擦的表面运行，就像微型雨刮器一样。持续的摩擦导致密封件快速磨损，通常在行驶到6万英里之前就会失效。Renesis 引擎对驾驶方式尤为敏感，短途行驶时发动机始终无法达到最佳工作温度，这会极大的加速密封件的磨损。即使是那些谨慎的车主严格遵循所有的保养建议，也难以避免失败。Renesis 引擎的基本设计限制了顶点密封件的寿命。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点火系统的可靠性。RX-8 为每个转子面配备了独立的点火线圈，而这些线圈非常容易发生故障。当它们失效时，会导致不完全燃烧，从而迅速损坏本就脆弱的顶点密封件。随着密封件的磨损，发动机的压缩比会持续下降。RX-8 需要保持至少 7.5:1 的压缩比才能正常运转。你可能会发现启动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高温状态下，这种现象被称为热启动故障，动力也可能逐渐衰减，最终导致车辆彻底无法启动。第五款配备 AFM 技术的通用 5.3 升 V8 发动机，2005到2014年款 DOD 系统。通用汽车的 5.3 升 V8 发动机多年来为无数雪佛兰 Silverado、GMC Sierra、雪佛兰 Tahoe 和 GMC Yukon 车型提供动力。通常情况下，这类发动机的性能是可靠的，但自从2005年通用汽车引入主动燃油管理 AFM 或按需排量 DOLA 技术后，便催生了一种潜在的怪兽。AFM 系统在不需要全功率输出时会关闭4个气缸，理论上可以节省燃油。该系统通过停用146和7号气缸，使 V8 发动机在轻负荷工况下，如高速巡航变成微飞结构。其运作原理是利用特殊的挺柱，内部装有锁定销的挺柱，当油压通过电磁阀作用时，锁定销会塌陷。问题在于，实现这一功能的专用挺柱极其容易损坏。这些复杂的挺柱包含小型弹簧、锁定销和其他组件，这些部件可能会因磨损或断裂而失效。一旦发生故障，挺柱将无法正确地跟随凸轮轴凸轮的运动，导致气门在不应该开启或关闭的时候，仍然处于半开或半闭的状态。当 AFM 挺柱失效时，会导致发动机失火、动力损失，并且常常会损坏凸轮轴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失效挺柱的金属碎屑会划伤凸轮轴凸轮，在整个气门机构中引发连锁反应。你经常会在整个油路系统中发现微小的金属颗粒，这可能会损坏轴承和其他关键部件。第四款福特 5.4 升 3V Triton 发动机，2004至2008年款，搭载于2004至2008年款福特 F-150 及远征车型的 5.4 升3气门 Triton V8 发动机，堪称福特卡车历史上最糟糕的发动机设计之一。这款发动机存在双重潜在的故障隐患，足以毁掉你的长途旅行。首先，其可变凸轮正时系统 VCT 依赖油压运行，该系统通过凸轮相位器，本质上是可变气门正时执行器，实时调节凸轮
轮轴的正时，在正常工作时，它可以同时提升发动机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然而，问题在于凸轮相位器的内部结构复杂，容易发生磨损或卡滞。相位器的内部组件包括锁定销、弹簧和导管，它们持续承受着油压循环的冲击。当复合正时链条的张紧器失效，导致油压骤降时，便会引发臭名昭著的 5.4 升发动机死亡咔嗒声，并可能导致气门损坏。这种异响通常出现在启动时，此时的油压最低，它的声音就像玻璃珠在吸罐中滚动，对于任何车主来说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正时跳位并引发灾难性的发动机故障。其次，更离奇的是，这款发动机的火花塞采用了两段式的结构设计，在拆卸时极易断裂并残留在缸盖内。火花塞下部延伸的防护罩可能会与主体分离，永久卡在缸盖内。拆除断裂的火花塞通常需要专用的提取工具，有时甚至必须拆卸缸盖。原本可能只是200美元的简单保养，可能会迅速升级为数千美元的维修费用。第三款，克莱斯勒 2.7 升 V6发动机1998至2004年款。克莱斯勒的 2.7 升 V6 发动机曾搭载于道奇 Intrepid、克莱斯勒 Sebring 以及克莱斯勒300等车型上，但它的恶名昭彰并非源于其卓越的性能。这款发动机存在严重的油泥积聚问题，甚至引发了针对克莱斯勒的集体诉讼。问题的根源在于多重致命的设计缺陷、过高的运行温度、受限的机油回流路径，以及仅能容纳5夸脱机油的油底壳容量，而发动机实际需要6夸脱。相较于其他发动机， 2.7 升 V6 机型的运行温度极高，水泵由发动机内部的正时链条驱动，这意味着其冷却液的输送效率低于皮带驱动的水泵。更高的工作温度加速了机油的分解，但真正的致命伤在于其受限的机油回流通道。发动机从缸盖回流至油底壳的机油通道严重不足，当机油在发动机内部循环时，很容易被困在缸盖处并承受更高的温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发动机以惊人的速度将机油转化为油泥，堵塞油路通道，使得关键部件的润滑严重不足。油底壳中的机油吸管负责将机油吸入油泵，经常因油泥堵塞，最终导致油压完全丧失。第二款，福特 6.0 升 Power Stroke 柴油机2003到2007年款。2003至2007年间搭载于福特超级重型卡车的 6.0 升 Power Stroke 柴油发动机在柴油车界可谓是声名狼藉，其故障频发的程度之高，甚至催生了一个专门针对该发动机进行防弹化改造的产业。这款发动机是为了取代以100万英里耐久性著称的传奇 7.3 升 Power Stroke 发动机而设计的。虽然 6.0 升版本旨在满足更严格的排放法规并提升动力，但其执行过程却存在严重的缺陷。问题主要集中在机油冷却器和废气再循环 EGR 冷却器上。机油冷却器通过微小的通道实现机油与冷却液系统之间的热交换，这些细微的通道部分仅略大于针尖，极易被杂质或冷却液中的矿物质沉积物堵塞。当机油冷却器堵塞时，会导致机油和 EGR 冷却器双重散热失效。EGR 冷却器的功能是通过冷却废气，再将其循环回进气系统，以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当因机油冷却器堵塞导致冷却液流量不足时，极端的高温会使内部的冷却液沸腾，这会产生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 EGR 冷却器破裂，使冷却液流入进气系统。这不仅会引发 EGR 冷却器的进一步故障，最终还会导致缸盖垫片爆裂。6.0 升 Power Stroke 发动机采用了扭矩曲幅缸盖螺栓，这些螺栓在拧紧时会产生轻微的延展。当发动机遭遇冷却系统故障产生的极端高温和高压时，这些螺栓将无法维持正常的夹紧力。柴油发动机的缸盖垫片爆裂绝非小事，这意味着需要进行彻底的发动机拆卸维修，费用通常在3000到8000美元之间。必须拆下缸盖进行平面加工，并重新安装更强力的副厂缸盖螺栓。第一款，现代 Kia Theta 2发动机 2.0 升和 2.4 升 GDI 版本，2011至2019年款。我们终于来到了榜单的第1名。这款发动机绝对不应该成为你长途旅行的依靠，它就是现代和起亚生产的2款 GDI 发动机，广泛搭载于2011至2019年款的现代索纳塔、圣达菲运动版以及多款起亚车型，包括 K5 和狮跑。这款发动机堪称制造缺陷与灾难性故障模式的完美风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造过程中残留的金属碎屑未能被彻
底清除导致连杆轴承的机油流通受阻。这些发动机产自现代汽车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工厂，在曲轴和钢体的加工过程中，油道中残留了金属碎屑，本应清除这些颗粒的去毛次工序未能有效地完成，结果微小的金属屑在油路系统中循环，直至最终积聚在连杆轴承内。连杆轴承作为曲轴的支撑结构，需要承受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力量。当金属颗粒嵌入柔软的轴承材料时，轴承便会逐渐磨损，磨损过程又会产生更多的碎屑，形成恶性循环，加速磨损进程。当连杆轴承失效时，往往在数周内既没有警示灯提示，也没有明显的异响，你可能只会在1-2天内听到轻微的咔嗒声，随后引擎便会突然彻底爆死。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高速行驶时，在严重的情况下，连杆甚至可能穿透钢体，导致机油泄漏，并使车辆完全瘫痪。由于该问题影响范围之广，危害性之大，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召回以及集体诉讼的赔偿，总成本超过20亿美元。现代汽车将受影响车辆的轴承故障保修期延长至15年或15万英里，但前提是必须安装诺克斯传感器检测系统的软件更新。该系统旨在在灾难性故障发生之前早期识别轴承磨损的迹象。本榜单中没有任何一款发动机能像 Theta2 这样集故障、严重性、维修成本高昂与毫无预警于一身。它当之无愧是长途旅行中绝不可托付的发动机冠军。既然你已经坚持看到了视频的结尾，那么此刻你已经掌握了足以挽救数千美元度假开支的宝贵知识。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价值，请点击订阅。下次长途旅行前，别忘了仔细查阅你车辆的历史档案。如果想了解与这些问题引擎截然相反的例子，请观看我的另一期视频，13款永不报废的老式卡车引擎，那些坚不可摧的动力装置能够轻松跨越100万英里而毫无压力，榜首之位绝对超乎你的想象。